中国和俄罗斯近期在多个领域传出合作的声音。中国国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周二举行视频通话，双方确认中俄将持续深化两军战略协作，继续加强在战略演习、联合巡航等领域合作，为捍卫中俄两国核心利益、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不断做出新贡献。中俄在上周实施了第3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显示出中俄作为大国有责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而在国际场合的互相支持，也体现出中俄友好关系维持高水平的发展。周二，中国外交部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将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期表示，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正在到处毫不掩饰地要求各国停止同俄罗斯还有中国开展经贸等各领域合作，但是俄方从没有向任何国家强加此类的条件。俄方尊重伙伴国家主权以及各国选择合作对象的权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拉夫罗夫外长的话发人深省，这个世界上是谁打着规则的旗号破坏规则？是谁在举着公平和非歧视的幌子损害市场秩序？又是谁高喊着合作的口号，在他国间正常的合作中搅局作梗？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我想强调的是，个别国家伙同盟友滥用国家力量，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这些举动不仅破坏国际贸易规则，损害全球供应链，割裂全球市场，最终也只会损人害己。赵立坚强调，有关方面应顺应时代潮流，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切实维护公平正义、非歧视的市场环境，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俄近期在多个领域共同发声，维护国际秩序。周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视频通话。国防部发布的消息指出，今年中俄两军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入推进，特别是在联合演训领域实现新突破，取得新发展。双方表示，中俄团结如山，友谊牢不可破，将携手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两军战略协作，继续加强在战略演习、联合巡航等领域合作，为捍卫中俄两国核心利益、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不断做出新贡献。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则指出，中俄防长会谈的主要议题是总结今年在亚太地区举行的海空联合巡逻的成果。两国防长强调了中俄友谊不可动摇，关系牢固，并表达了对加强中俄武装力量举行战略性军事演习和联合巡逻的双方意愿。俄国防部通报称，今年以来，俄中各领域军事合作不断深化，两国武装力量在组织战斗训练活动领域的互动取得了显著发展。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绍伊古表示，俄中正在逐步加大联合军事训练的密度，两国陆海空三军互动不断。太平洋西北部的海上联合巡航、日本海和中国东海上空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都是两军合作的重要活动。中俄在通过联合巡航的方式来打破美国的围堵，来打破美国的两个岛链，告诉美国和美国的地区盟友，想要围堵中国和地区其他的国家，那么美方所设置的所谓的这种岛链是不存在的。中俄会通过战略力量的行动，会通过联合行动来迫使美方认识到，在这个地区不可能继续行使军事霸权的这样的一种现实的情境。值得注意的是，绍伊古在视频通话中还提到，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明显加强了在紧靠俄罗斯东部边境地区上空的活动。仅在2020年，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就在鄂霍次克海上空出现了22次，而在2019年仅有3次。在活动期间，美军战略轰炸机不断演练前出海外执行巡航导弹模拟打击任务。绍伊古补充说，上述情况下，俄罗斯防空部队都会及时发现美国战略轰炸机，对其进行不间断跟踪监视，并采取措施，防止犯境事件的发生。他强调，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的这一活动不仅对俄罗斯，也对中国构成威胁。绍伊古进一步指出，面对这种情况，俄中之间的协调正在成为国际事务的稳定因素。
到近时期，美国在针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核威慑的意味是非常浓厚的，而实战的意味也是非常清晰的。这对于俄罗斯来说，在这个美国挑动大国竞争的过程当中，必然要把俄罗斯作为重要的战略对手。那同时呢，俄罗斯观察到的也是，美国近一时期的军事动作不仅仅是针对俄罗斯进行围堵，对中国进行挑衅，同样呢，也有战略重心东移的一系列的态势。那么在俄罗斯东部采取的军事行动，明显涉及到太平洋、西太平洋地区。那么对于中国，对于亚太地区的安全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动向。中俄防长通话让外界联想到上周五中俄实施的第3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当时中方派出2架轰6K 飞机与俄方2架图95MC 飞机联合编队，为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组织联合巡航。根据中俄双方发布的消息，两军开展的第3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旨在进一步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双方战略协作水平和联合行动能力，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此次行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项目，不针对第三方。军事专家王明亮指出，这样的军事合作显示，中俄作为大国有责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一个就是标志着中俄的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又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我们这是第3次了嘛。第二呢，两个国家的空军，我们在提升这种跨国的联合作战能力方面，我们在推进的这么一个实际举措。第三就是我们虽然不针对任何一个具体的第三国，但是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期在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是不那么稳定的，所以这个时候两个大国，我们要站出来表达我们的维护和平稳定的这么一种姿态和决心。中俄合作在多个领域展开，两国关系也维持高水平发展。在周二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介绍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愉快地接受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邀请，中俄正就来华具体事宜保持密切沟通。赵立坚表示，相信两国元首的冬奥之约将再次诠释中俄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伙伴关系。从俄方与中方在体育赛事活动方面的一系列的互动，我们也可以看出的是，这才是未来新型国际关系的应有之义。不要把任何的体育赛事或者是涉及到一些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议题任意的进行政治化，这样的一系列的操作只能使国家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复杂。在国际局势动荡的大背景下，中俄相互支持，为维护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提供正能量。俄罗斯媒体注意到，美国国务院网站上发布了所谓民主峰会的参会方名单，其中显示美国邀请11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12月份的民主峰会，但俄罗斯和中国未被邀。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此次活动旨在启动未来关于民主的长期对话，各方将需要实现他们承诺的改革，以参加明年计划的后续峰会。颇为讽刺的是，在美国即将召开所谓的民主峰会之际，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发布全球民主状况年度报告，美国首次被列为民主倒退国家。英国卫报报道称，该报告的合著者亚历山大·哈德森表示，过去1年间，美国公民自由度的下降和对政府的核查表明，该国民主基础存在严重问题。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中俄国防部长昨天举行视频通话，就两军深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作出部署。那您是如何来看中俄军事合作的？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与俄罗斯方长绍伊古举行视频通话，这是本年度两国方长第3次沟通。昨天的会晤重点总结了双方在海上、空中联合巡航的事项，点出了中俄未来军事合作的细节。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长说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明显地加强了在靠近俄罗斯东部边境地区上空的活动，其行动同样也是对中国构成了威胁。那么面对这种情况，俄中两国要合作，成为国际事务的稳定因素。美军轰炸机巡逻是在中俄军舰和战机上个月在日本海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之后进行的，这就意味着美军加大了对中俄的军事对抗，而中俄也加强了军事合作，要在海上、空中加强联合巡航，反制美国的挑战，维护中俄两国核心利益。那么从今年中俄方长的3次会晤看，中俄军事合作从陆地走向海陆空，从战术演练走向战略演习，
从两国安全扩展到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与稳定。两军的军事合作呢，正在平衡美西方的新的联合。我想呢，中俄军事合作力度增强、范围扩大，既是两国这个共担维护世界和平责任的主动选择，也是美国呢把中俄视为头等对手以后的被动选择。既然美国呢把中俄视为对手，那中俄呢就得联手对付美国这个挑衅者、麻烦制造者。俄罗斯方长特别强调，中俄呢正在加大联合军事训练的密度，两国这个海陆空三军呢互动不断。那么太平洋西北部的这个海上联合巡航、日本海和东海上空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都是两军合作的重点项目。而从大势上看呢，这正好与美西方从太平洋东南部、东海加强军力，互为犄角，形成战略平衡。可以说这个中俄军事合作对台湾当局的以美谋独和美国的一台之华呢，也形成了一定的战略威慑和战略牵制。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